全橋過海，真的很興奮，為得首班車紅月班，耶！ 3月29号凌晨，你要是路过香港港铁的荃湾站月台，好家伙，你真的以为啊是哪位国际巨星开演唱会呢？那个场面啊，真叫个人山人海啊！上百号香港年轻人，一个个手边举着自拍杆、大屏手机，目不转睛的盯着黑漆漆的隧道。紧接着，呼的一下，一列崭新的流线型的列车稳稳当当停在月台。刹那间啊，月台上直接炸了锅了 ！Q 春来啦！满耳朵全是粤语的尖叫声。甚至还有几个小伙子眼眶通红，一边举着手机啊，一边在那抹眼泪。各位，哎，你琢磨琢磨，不就是一趟地铁吗？至于吗？嘿，我告诉你，太治愈了。因为这辆引发全场高潮的 Q 春啊，它的老家不在伦敦，也不在柏林，更不在东京，它叫中车四方。没错，这就是咱们中国中车青岛四方机车，专门给这个香港量身打造的纯正国产列车。哎，你敢信吗？就在几年前啊，有些这个香港年轻人啊，提到内地制造，那脑子里蹦出来词儿，可能还是什么便宜货、山寨、粗糙。那个时候你要跟他们说，以后你们香港地铁得用咱们大陆造的车，他可能还撇撇嘴，觉得不够洋气，觉得还是英国、德国造的洋玩意儿好。结果呢，真香定律从来不分地界啊！为了搭上这趟国产列车第一班车，这帮年轻人啊，宁愿一宿不睡觉，这就叫实力的碾压，这就叫用产品教你做人。当中国制造，它不再是停留在报纸上的冰冷数据，而是变成了一列高科技的钢铁巨龙，实实在在停在你的面前，哎，把你舒服的从家送到目的地的时候，那种直击灵魂的认同感啊，比拿着个大喇叭喊10000句口號都要管10000倍。開心啊！好興奮，我哋專登過嚟搭嘅。今日呢架車一啲都好穩定啊！係啊，真係好穩定。呢架新車真係 very good，啲燈好靚啊，啲燈啊，啲冷氣都好好啊。瞓唔到覺啊，琴日佢瞓唔到覺，好興奮啦佢。幾點起身係6點半咯。佢開心就得㗎啦，我都好興奮。还有个细节，咱们好好掰扯掰扯。就是有个香港的小青年，一上车呢，就像抚摸自己家刚买的法拉利一样，小心翼翼的摸着车厢里的一行行简体、繁体并存的汉字标识，在那喃喃自语：“哇塞，原来咱们的国产地铁已经牛掰到这个地步了！你听听啊，这就是认知的迭代啊，这就是思想的觉醒啊！从嫌弃到惊讶，从惊讶到骄傲，那种原来我大哥这么猛的眼神儿。”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而且哎，你以为这帮香港年轻人只图个新鲜凑个热闹，那你就太小看这届理工男了。在这个首发列车上有个极其耐人寻味的现象，好多年轻人上车之后不急着抢座，也不急着拍脸发朋友圈，而是直接蹲在了地上干啥呢？拿着手机镜头对准了车厢和车厢连接处那个减震设计。这个潜台词太深了啊！这就说明香港年轻人已经开始用一种专业审视的视角去研究咱们国产的重型装备了呀。他们不再是什么走马观花了，而是在探究为什么这辆车起步这么稳呢？为什么转弯的时候听不到以前那种刺耳的吱吱声？当一个地方的年轻人开始研究，并且打心眼里佩服你造出来的精密器械时，哎，这种文化认同就已经从表面的一层皮深深扎进了骨髓里。他们就开始意识到，国外那些发达国家能造出来的尖端货，咱们中国不仅能造，而且做得更好。更觉得还在后面啊！哎，这个画面要是拍成电影，绝对能拿奖。当这列载满年轻人的 Q 春以一种极其优雅、极其丝滑的姿态，轰隆隆的穿越维多利亚港的海底隧道时，车厢里不知道谁起了个头啊！几个年轻人居然自发的合唱起那首老歌《东方之珠》。各位，哎，你脑补下那个画面啊，在一条由中国内地打造的列车里，哎，一群这个香港的新一代青年唱着属于他们这座城市历史记忆的旋律，哎，那股子属于中华民族家国情怀，那沉睡在血里的文化基因
正在被咱们国家的强大实力一点一滴的唤醒、点燃。这种震撼啊，不仅停在月台上，还直接引爆了互联网呢。以前这种两岸三地的话题下面，动不动就是吵架、互喷、阴阳怪气。现在呢，画风突变啊，大量香港的年轻理工男跟咱们内地的技术宅们，在这个论坛里展开了热火朝天的技术大讨论。这就叫基于强大硬实力的平等对话。什么刻板现象啊，什么认知隔阂，在绝对的技术实力面前，全被碾得粉碎。当香港的年轻人满脸焦的在网上晒出自拍时，他们炫耀的不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而且向全世界宣告，看，这是咱们国家造的，这叫有底气。那说到这儿咱们得提提那位接受电视台采访的香港地铁司机老大哥。这个老哥在这个香港开了半辈子的地铁，算是老把式了。以前呢，他面对的是啥？密密麻麻的英文按钮、英文系统。如果出点故障，这个脑子还得先转个弯儿，翻译成母语再思考。那接着就问他开新车感觉怎么样？老大哥露出一个极其舒坦、极其发自内心的笑容，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哎呀，别的先不说，这个操作界面全中文的设计看着简直太顺眼了，心里特别踏实，反而让我更有安全感了。这句话朋友们绝了呀，这是一语道破天机。啥叫文化认同？这就叫文化认同。母语带来的归属感那永远是身份认同最坚实的基石。这块基石现在被咱们的中国制造给牢牢看死在了香港的地下血脉里。那如果说地铁呢是香港的骨架，那出租车就是香港的毛细血管。聊完了列车，咱们再来聊聊地上的大变革。这个是吧，绝对能让所有去过香港的内地朋友直呼过瘾，直拍大腿。那去过香港的朋友都知道以前在香港打车那真叫一个憋屈。你手里要是没有那个港币现金那对不起你简直寸步难行啊！你拿出一张1000块钱的大钞，他可能就翻个白眼，嫌面额太大找不开。你要是问一句，师傅能扫微信和支付宝吗？他可能会觉得你莫名其妙。那个时候内地连卖烤地瓜的都扫码了，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还在那数钢镚儿。好多被洗脑的香港人甚至还觉得扫码支付不安全、不高级，觉得拿着现金才叫与国际接轨。但是时代的车轮那是带了双物类增压的。2026年的4月1号起，香港打车界迎来了真正大地震。香港的特区政府直接下一道硬如钢铁的死命令，全香港所有的出租车必须一定务必给乘客提供至少2种电子支付方式，不仅要支持八达通信用卡，更要全面接入咱们内地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而且这次可不是口头呼吁是上大刑的。规矩写着清清楚楚，要让哪个司机敢梗着脖子不提供电子支付，最高罚款5000港元。情节严重的，对不起请你直接进去蹲6个月的局子，好好反省反省什么叫移动支付。那为了推行这个事儿香港运输署这回是真卖力气，直接在各大加气站设了服务站，手把手教那些上了年纪只会数钱的司机师傅怎么开账户，怎么下软件。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大约4.7万名司机乖乖的缴械投降，开通了电子账户。这一下子局面彻底反转了。现在你再去香港打车到地方了，手机掏出来，滴的一声，微信支付宝自动结算汇率，丝滑像抹了油一样。司机师傅呢再也不给你甩脸子了，为啥呀？因为不用找零钱了呀，不用提心吊胆的收到假钞了呀。而且有了电子支付打车人更多了，司机赚的也多了呀。这就叫科技改变生活，倒逼关键升级。以前那些觉得内地科技土的香港人，现在自己天天抱着手机扫码，扫的是不亦乐乎。这种实实在在的生活便利直接把以前那些虚无缥缈的傲慢给砸了个粉碎。他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背靠着一个科技高速发展、互联网应用世界第一的祖国，日子能过得这么爽快，这么便捷。这种渗透到产品原理的认同感才是最致命的吸引力。所以咱们今天聊的这些表面上看是一列从大陆运过去的列车，是一项打车必须扫码的规定，但是你往深了看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人心回归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带走的是那些陈旧的偏见和毫无根据的傲慢。认同不是靠喊是靠这些流线型的车头，靠这些闪烁的二维码，
靠这些群众的操作系统给一寸一寸的挪过来的。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